中国勇士魏睿开局就被老外连摔3次，愤慨不已的魏睿当即忍不了，直接一脚踢断老外脖颈，当场意识不清醒，猝死擂台。平日里好脾气的魏睿，为何如此暴怒无常？那是因为9个月没有打比赛的魏睿突现中国香港擂台，诸多在中国称霸的外国名将坐不住了，纷纷上前挑战魏睿。为了得到挑战赛的名额，甚至不惜在赛前发布会挑衅魏睿背后的老板。不想活了是不是？我操！倒将游山巴掌等等一系列嚣张行为，也是彻底惹怒了魏睿。3次连摔给魏睿制造了大麻烦，这个荷兰小伙的路算是走窄了，惹到了他这个阶段不该招惹的人。别看不韦比魏睿大了1周岁，但魏睿面对这个所谓的挑战者，9个月没打比赛的魏睿依然有很大的自信。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睿的硬气。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在之前刚刚要说这位荷兰选手很喜欢摔，一开始果然就给魏睿摔倒了。这位荷兰选手 Berry 喜欢摔到什么程度呢？他摔到最后有被回合刚开始魏睿就被布韦放倒了2次，看来9个月没打过比赛的魏睿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一下。布韦把魏睿摔倒2次，于是便认为魏睿没实力，猛打猛冲也是让魏睿意识到了危险，必须以极短的时间来适应比赛节奏，不然这个荷兰拳王绝对会给魏睿很大的压制力。再次被摔倒的魏睿则是微微一笑，看似魏睿脸上嘻嘻哈哈，实则内心早就产生了恻隐之心。还有一个飞机，所以今天魏睿上次躲过了加拿大选手波球拳馆加拿大选手丹尼斯的重击，但是呢，今天对上了这位荷兰选手，能不能全身而退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又要被摔，哎呀，还好魏睿跑得快。那魏睿自从上场比赛跟丹尼斯打完之后，他知道自己的力度有所不足，所以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他刚又要摔来，非常会摔的布韦曾跨界 MMA 打比赛，结果把对手摔倒了之后，自己被裸脚降服。自由搏击的赛事规则对摔法的限制极其苛刻，现在没有警告布韦，并不代表等一下不会警告布韦。面对9个月没打比赛的魏睿，布韦的进攻攻势也是非常蛮横不讲理。不然老被摔真的不行。那能不能有办法反摔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魏睿。现在要做一些散打的涮摔，但是呢没抓到他的脚裁判反说你这种摔法是不行的。那目前呢，国内观众认为魏睿是颜值颇高的一位选手，蛮有希望的。踢到了裆瞬间终止。布韦使用连续顶膝本来就是犯规，结果还袭击到了魏睿的裆部，极度委屈直接涌上心头。反观布韦使用违规招式并击打魏睿裆部，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也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好，魏睿深呼吸之后说他行。我们比赛继续。可以看到双方腿拼腿，真的是踢打都响彻云霄，这个声音非常的响亮。那我们这个蓝方选手他做一个转身的后踹，踹到了，还好踹到了魏睿的髋骨，没有踹到肋骨。目前魏睿被摔过几次之后，大概比较熟悉对方的一个节奏跟他的逐渐适应比赛节奏的魏睿打得越来越顺畅。结果这个布韦还是不知悔改，继续实施摔法将魏睿放倒在地上。被多次放倒的魏睿内心已经种下了一个仇恨种子，毕竟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打比赛，岂会被一个小老外所欺负？真的很开心啊。You are my hero tonight， 登上你的擂台，快快快！风里风云在西天，离你最好来，我们一起为你喝彩。我们即将进入第2回合。2015年武林风年终功夫盛典将于2016年1月23日在上海举。第2回合开始了。布韦这个家伙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打起架来一点都不害怕魏睿。毕竟魏睿是首位在日本获得金腰带的中国人，至今为止同级别选手已经被魏睿打了个遍。
只是9个月没打比赛而已，竟然会被一个不知名的荷兰小将看不起。赛前的各种嚣张挑衅，也是布韦为了得到挑战名额才不得已而为之。好，为了做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还没有完全发挥效果。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荷兰选手，他的高扫踢啊，其实是可以连发的，所以待会魏睿要小心一点啊！刚一摔没摔成，立刻连续动作再一个袭击啊，这是一个南方选手高杆的地方，动作非常的多，让魏睿啊有点吃不消。南方选手招式变化多，落点多而且有时候啊，你在忙着抗摔、忙着做一些平衡的时候，对方又会接着转变招攻击，终于被推走了。魏睿的进攻攻势越来越强硬，面对布韦的反击也是毫不吝啬，持续的拳脚进攻也是激发了布韦内心的爆发力。魏睿越是反抗，布韦越是兴奋。从这个家伙的面目表情就可以看出，布韦已经被打出了火气。看来今天不把魏睿 KO 掉，布韦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刚刚魏睿打一个防反，目前进入的肉搏战，近身吸气差点上头。我看到这个蓝方啊，荷兰的大胡子还是相当有一套，又接到了腿怎么办？被魏睿抗住了。其实接到腿，对方如果抗摔的话，我们还有一次后手重拳的机会啊。所以变招迅速往后倒布韦的打法越来越脏，本来使用违规招式另加一个踢裆就让观众特别愤怒，结果还频繁实施箍颈防守。不过这些还不足以让魏睿知难而退。魏睿是何等人物，暴打一个嚣张老外还不是信手拈来？尤其是面对这种名气大于实力的选手，魏睿根本不用使出全力，即可暴揍他一顿，然后再向前进攻。蓝方也是往后退一小步，但是上前进攻步伐蓝方没跟上。蓝方其实他的步伐并不是十分的好，而且他要向前追击的时候，他重心不对，有点太过偏前面这是会有比较危险的地方。步伐要跟上，步伐要跟上自己的重心，自己的重心不要跑到你脚的前面去，失去平衡。被魏睿反击，但是呢，刚才蓝方又打一个防反击。回合结束了，越来越适应比赛节奏的魏睿打得越来越趁手，不管布韦打出什么样的进攻动作与招式，都无法让魏睿停止发起主动进攻。长时间的拳脚互换，也是让布韦意识到了此次事件的不对劲，急忙修改战术的布韦能否扭转局势。You are my hero tonight， 登上你的擂台 ，Fly fly fly， 风里风云在西天地，你最好来，我们一起为你喝彩。You are my hero tonight， You are my hero。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第3回合开始了。回合刚开始，布韦就被魏睿一脚踢断脖梗，不服输的布韦竟然没有倒下去。裁判的读秒深深叮嘱着布韦，再这样打下去，就不是被踢断脖子这么简单了。边腿真的是太漂亮了。那裁判叫他慢慢起来，先休息一下，等恢复好再站起来。糟糕了，糟糕！牙掉下来还是有点是不能打还是怎么样还可以打，但是呢，脚步有点站不稳啊。他还想打吗？比赛开始。这个魏睿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糟糕，有点撑不住啦，会不会击倒第2次了？目前还是在恍惚的状态所以可能会被魏睿给吃掉啦。魏睿连续重拳加地扫。魏睿的进攻攻势正在势头，即便是布韦发起最后的猛冲，那也无法对魏睿实施太多的有效进攻。前面获取微弱点数的布韦正在极力捍卫，不过魏睿刚才那一脚早就把比赛大比分优势抢夺了过来。此时的布韦已经成为了一个丧家之犬，打又打不过，防守也防守不住，照这样打下去，布韦非死即伤。
我们魏睿只要守住，这一场比赛就赢定了。好啊。好，又一个很清脆的告别。太漂亮了，魏睿还有这一招，他的告别呢真的是非常的清脆，这个紧空手道来，他要赌一把舍身的和转身的踹踢。真的，魏睿现在士气大振，他已经破解了对方的摔法。摔法不扣分击倒，读秒扣除2分，所以说不韦只能拼尽全力，尽最大努力击倒魏睿一次，不然不韦就算是拼了命那也无法获得胜利。反观魏睿打得非常规规矩矩，根本不给不韦任何发起进攻的机会。近身了，推倒这个算击倒，这个牙套戴不上去，现场给他一点嘘声，好，加油！魏睿的后手重拳打穿了他的报价，这个帅，Nike 的帅这样行不行了？我不知道要看裁判那对方应该没有吃过这样的摔法，所以他搞不清楚对方要干嘛。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魏睿不愧是中国搏击界的五虎将之一，即便是9个月没打比赛，那也可以将对手玩弄于股掌之中。3次连摔确实给魏睿制造了大麻烦，不过魏睿早就破解了不韦的战术打法，不将其 KO 也算是给不韦留了点面子。最终魏睿获得了比赛胜利，消失在擂台9个月的魏睿成功在香港复出，大家感觉魏睿打得好的